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行善与作恶在面相上会有何反应。善行积福，恶行损德，不过善行与恶行总在一念所起。一个人一生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从而造就恶业，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之中种下善因，以待福慧的成熟结果。有了恶业并不可怕，只要你心存善念，真心悔罪，亦能消灭灾祸。有了善业也不用沾沾自喜，还得持续努力，不然亦会沉沦与堕落。同时也不要对别人的善心怀妒忌，更不能对别人的恨而耿耿于怀。故此每个人都要对别人隐恶扬善，对自己要隐善扬恶。但是有人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做的隐秘，别人不知道，于是心魔缠困，不能自拔。其实无论你干得多隐秘，别人也会知道，只是别人有怀柔之德，不愿意说出来而已。因此才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说法。不过我们要说的不仅天知地知，你的身上也有记录，你积累了多少阴德，造就了多少恶业，这个记录就像树木的纹理一样，诚实无欺地保留下来。一、行善作恶后面相有哪些特征？最为典型的记录就是你的阴质纹，即面相上阴质部位留下记录的纹理。阴质亦称为泪堂、龙堂、凤带，是指面相中位于两眼下卧蚕内的部位，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主管子嗣的有无。故此相学神异赋有云：阴质肉满福重心灵之说，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象。原因就是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故相学认为，若眼下阴质部位光明润泽，子嗣环绕，为行善积福所致。纵然有克子之凶兆，也会因为既有阴德而生贵子。相反，若多有不善之举，则会使眼下青暗虚肿而破吉象，有损子女。若改恶从善，助人积德，蠢肉即会生出阴质纹，化凶为吉，绝处逢生。相传春秋时有名商渠者，年届45子，孔子见其眼下隐现阴质纹，断其必得贵子，后来果被言中。另外，除眼下卧蚕部位外，阴质纹还可以在颜面其他的部位显现。袁柳庄在水镜神相中归纳有36阴质部位，比如双眼、天中、天庭、天门、天府、山根、年寿、准头、法令、地格、眉角、命门、天仓、印堂、四子、四门、三阳、三阴、丹田等等。这些部位出现吉纹或者吉气喜色，亦可以补救面相中原有的缺陷，化凶为吉。反之，这些部位若出现恶纹或者恶气败色，则会由吉变凶。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能唤回人之造化而变吉变凶的说法。阴质纹、阴德纹做好事善业得来，比如不少消防队员做上3到10年也会出现这种纹。大阴德纹呈网状，阴天更易看见。儿女宫上眉上出现为小阴德纹，天生得来，上辈的余德降在自己身上。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儿还是善事儿，面相上都有相应的纹象出现。阴德纹一横或者两横，缺德纹表现为双颈或者竖纹，颜色光明润泽，不枯陷，有种黄而明的气色和纹路环绕，似纹非纹，有时不易发现。要看得见黄色纹路，要在休息或睡觉时皮肤松弛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或者在灯下和阴天亦会见到。做了一点亏心事或者一点点善事，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或者坏事善事做得多，脸上也就会出现相应的纹路。善行表现为阴德纹，恶事表现为缺德纹。大体而言，缺德纹或者阴德纹常常表现在以下几个部位。一、印堂。印堂好命宫，主一生荣枯。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儿，或者祖上失德，或者前世失德，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不过有了这个纹也不可怕，只要你一心谦善，
这个文相也可以转变，生活也会慢慢顺利，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2. 眼下，眼下称为子气宫、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假如一个人从小眼下都是平满且有黄明之光的，是谓有素德有仙骨。假如一个人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或者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气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纹系有光泽优美，是名阴德纹。若果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若你经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么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或者发不善之心，眼下就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3. 脖子光亮，人要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上都是不显老的。4. 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此纹一般在中年后才出现。法令入口，名饿死相，又名腾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以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称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如果原先只有1条法令，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1条，名双龙出海，既寿又富贵之兆，乃善业福报。5. 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疑，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五彩眉，乃得众望重，延年益寿之征兆。右耳内生毛，乃高寿吉祥之兆。又比如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亦是吉兆。如果中老年头发从头顶百会穴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了命运，但篇幅有限，略作提醒，以期众人了解命运乃是自己所做今生前世善恶因果报应所致。只要自己一生弃恶迁善，广利众生，命运也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2. 如何积累阴德？ 1. 孝，百善孝为先。孝的意义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等等。孝顺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权威的肯定，从而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地父母，父母被摆在极高的位置，更有孝敬父母胜过求神拜佛的说法。佛说有福的人请100个持戒高僧大德，100个仙人，100个朋友到装满7宝的地方，供养100千种上妙真善，垂璎珞，以百宝装，严床卧具，以百药治疗病。就这样做100千劫，意义万万年。这样得到的福德，还不如一念孝顺心，用一丁点的东西供养自己的父母，侍奉自己的父母，不如供养父母功德的100千万分之一。圣严法师还专门撰文，父母是家里的佛，说明了供养父母是一种福报。2. 救人性命，正所谓救人性命胜造7级浮屠。小江之一直很尊重救命的医生、护士、消防、公安及其他工作中、生活中对待生命能伸出援手的人。佛教大正藏经集部佛说卖艺经中佛云：做百佛寺不如活一人，但后面又说了，活10方天下人不如守一日，人得好意，积福能量。其实这里的意义在于突出善念比善行更重要，因为善念之后一定会有善行。民间以救人性命为大功德，往往你救了一命，这家人往往感恩戴德，
会一辈子以你为至亲来祈福、善待、交往。3、修桥铺路。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会说修桥铺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只因修桥能渡千万人，铺路能立万千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处集资修桥修路的地方，都很容易看到镌刻着出资人名字的功德碑。在大理州剑川县有座与金沙江上铁链桥同名的风雨桥、金龙桥，桥亭上也有一副楹联：崇圣怀德寸心朝日月，修桥铺路因智继儿孙。由此可见一斑。4、放生。最简单的理解，放生其实就是救命。所不同的是，救的是非人类的命。中国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以众生平等的角度去阐释了放生的意义。在信佛的人看来，放生才是最大的功德，因为你的一次放生救的可是数量级的命。在民间习俗中，放生是经常被用来消灾化恶的一种方法。有些地方会用大规模的放生仪式，以救命抵命的方式来帮助那些身陷重疾、命里多灾多难的人。其实风水也好，命理也好，都要求我们心怀正念。风水命理的调整、声望，这些都是建在正念的基础上，让你好上加好。如果你是满心邪念，尽想歪门邪道、坑蒙拐骗，甚至用歪道邪术来达到你的目的，结果都不会很好，都会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古阳讲，好命之人一看便知你的命好不好，从嘴巴就能看出来了。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而牙齿则是门户的10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从嘴巴看相的角度来看看你的一生命相吧。1、牙齿不坚松动。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牙齿为骨之精，牙齿好，骨骼就好，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其一是脾胃气虚，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会溜之大吉，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2、牙齿偏黄。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为人固执，性格多偏横，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脚踏实地，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3、牙齿长得多。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牙齿多的是因为皮之气不足，牙齿少的是因为皮之气过了。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轻易不肯相信别人，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事业上多不如意，人缘会出现问题，拥有的产业不多。4、牙齿长得少。牙齿长得愈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牙齿过少的多少因为病痛而形成，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年轻就牙齿少的，多少脾肾不和所致，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颗，而且又过小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一生多不得志，并且生活水平不高。5、牙齿长得大。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但不善于婉转行事，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往往能做出大事业来，但是守财能力不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
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他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门牙较大。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精力旺盛，积极主动，敢于挑战，不畏艰难，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有勇无谋，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不懂得提前规划，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有小赚大赔的现象，应引起注意。7. 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事爱计较，心防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成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涛，令人啧舌，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8. 牙肉尽露。张开嘴就看到牙肉尽露，牙龈露金，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在收入上也不稳定。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一旦翻脸，善于争执，口无遮拦，易伤爱人的心。9. 牙齿不整。这种牙相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相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此人自私自利，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再加上个性急躁，比较情绪化，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人际关系很差，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如果不思悔改，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10. 牙齿突出的人。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这样面相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性格太过任性固执，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所以牙齿突出的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报复心极强、克夫的面相。11. 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首先切割的牙，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不讲道理，爱说是非，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这样牙相的人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都会有亲情的阴影，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12. 牙外倾者。牙皆向外倾斜，突出在外面，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性格凶暴，会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只是极少数听牙者会发之流这种程度，绝大多数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这种龅牙人性格较粗，喜欢随便说话，饶舌，对什么水沟不在乎，夫楼之间会常常有口角。13. 牙内倾者。与龅牙相反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有这种牙的人，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沉默寡言，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不好的话就是阴险，心里对什么事有看法，有意见，但不表露，暗中策划对付别人，常突然袭击别人，或只是另外的人行事，他却不露行迹，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他是非常记恨的，一有机会就报复，还不止一次。14. 门牙分开。这位先生门牙向左右分开，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好让苍蝇随便出入。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与妻子感情淡薄，
特别是出门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容易碰上车祸，死在路旁。15. 门牙缺，一枚门牙缺了一块，相学认为门牙是代表双亲的，这种牙相预示着可能会和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如双亲健在，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有些不喜欢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可能喜欢这种牙相，我们严肃地说，这种思想要不得。16. 门牙加犬牙，这在门牙的中间加了只犬牙，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六手指搔痒痒，多了一道子。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相。这种齿相的人，对不起，在作风上是会有些不大老实，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受女性喜欢，就会成为花花公子。17. 门牙间距大，这门牙远远地分开，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势不两立，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另一方怕传染，远远躲开。这种牙相的人，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而避之唯恐不及，是个不孝的人。不知为什么当前这种牙相的人越来越多，见者倒不是亲看见了多少这种牙相的人，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这种牙相的人自己也要当心，是一种短命的人。要是开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不致早死，不信你试试看。18. 门牙尖锐者性格狂暴，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那么尖锐，像钢钳，像宝剑，真是武装到牙齿了。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相信武力解决问题，兄弟间不和，为财产闹纠纷，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不会忠实于人，不会有知心朋友。19. 三门牙，这里多了一只门牙，一对变成3只了，多了一只牙，当然就要多吃许多东西，而定量不够，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偷。因此这种牙干的人，有的会有盗癖，既然要偷盗，便要防备捉拿，必要时先下手为强。所以这种牙招的人，也是会伤害人的恶相。20. 牙加小牙，两只门牙中间挤进一只小牙齿，既破灭了两只门牙的团结，又使自己处于孤立受胁己的地位，这是何苦来呢？但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种齿相的人，生性顽固又倔强，孤僻高傲，与人疏远，甚至亲戚兄弟之间也没有多少交情，不说其他人。这种人要干什么事，会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去干，无论于好事或坏事都是如此。好了，今天的分享，女人面相有此特征，旺夫旺子旺3代。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娶到一个好女人是可以旺3代的。好女人不但自身富贵有福气，而且命中有超强的旺夫运，结婚以后能在老公的事业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到底有哪些面相特征的女人一生福气好，能旺夫又旺家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旺夫女都有哪些面相？ 1. 鼻子挺直。鼻子在面相学中为财帛宫，主管一个人的财运。鼻头圆滑有肉的女人命里带财，聚财能力强。女鼻命为夫星，代表男人运。鼻梁高挺笔直的女人很有福气，一生的财运较好，不但把自己的事业经营得有模有样，还能把这种好运势带到夫家去。这种面相的女人精明能干，遇事冷静，不急不躁，再加上她们做事又很靠谱，结婚以后对老公的帮助很大，能够为老公出谋划策。如果老公有什么问题，她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对方，从此提升家里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富有。2. 耳垂厚大丰盈。在面相学中，耳朵代表人的财运和智慧，同时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寿命和福气。
耳垂厚大并且丰盈的女人一般都非常的有福气，财运佳，命中富贵，一生有享不完的福。有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为人宽厚温和，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她们善于交际，朋友很多，人缘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人帮助。有此面相特征的女人，不仅自己有福气，财运好，而且还特别旺夫。结婚以后，把自己的好财运也一并带到夫家来，在事业方面给予老公很大的帮助，日子越过越好。3. 下巴圆润丰满。在面相学中，下巴的形状和特点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下巴生的圆润饱满是大富大贵的面相，有此特征的女子脾气好，善解人意，容易相处，人际关系很好。她们很有领导才能，受人拥戴，对丈夫的事业帮助也很大。这种面相的女人不仅自身财运好，而且对夫家的帮助和贡献也很大，能够为老公出很多好的主意，使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大，赚钱也越来越多。娶了这种女人回家，真的是捡到宝了。4. 额头高耸饱满。额头在面相学中代表的是天庭，人们常说天庭饱满，地格方圆是大吉祥，富贵而又有福气。那么女子额头高耸饱满是为九善之首，这样的女人都特别的聪明，智商很高，思维敏捷，反应又快，一生财运就好，福气满满，而且代表着将来夫家也会跟着沾光。她们有典型的旺夫相，即使老公白手起家，也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其事业迅速发展起来，获得很大的成功。5. 田字脸。在面相学中，不同的脸型其实也有着不同的性格以及不同的命运。一般来说，长脸型的人有较强的决断力，圆脸型和方脸型的人往往性格开朗，椭圆形的人往往性格上都是很温和。所谓的田字脸，就是从脸型上来看，额头偏方形，腮骨微微突出，同时脸上有着丰满的肉质。生有田字脸的女人一般心胸开阔，为人大度，不会斤斤计较，善于交际，喜欢广交朋友。她们对人真诚善良，一生财运好，福气好，而且还特别旺夫。她们结婚以后对老公的帮助很大，不仅带去好的财运，而且在事业方面也是老公的得力助手，出谋献策，有如军师。娶到了他们，自然也是一种福气。6. 颧骨圆润。在面相学中，颧骨代表人的权力欲、控制欲、占有欲、领导能力以及自身的财运。如果一个女人的颧骨高高凸起，而且没有肉包裹的话，说明她们重视权力和金钱，在工作和生活中略微强势，凡事都喜欢压着别人。但如果是颧骨圆润的女人，则性格温和善良，必为贤妻良母，乃旺夫兴家，有福有禄之人。这类女人很有福气，结婚以后对夫家的帮助很大，不仅带去好财运，而且能够在老公的事业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旺夫又旺家，娶到了就是赚到了。7. 眉毛上翘。眉毛在面相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人在工作中所具有的运势特点，也和个人的财运有关。其中尾部上翘的眉毛预示着女性在婚后能够有较为出色的财运，一旦结婚，正财必有所长，尤其是在旺夫运的催生之下，另一半的事业飞黄腾达，带动家运崛起，一生幸福美满。2. 6种败家克夫女面相。1. 额头低窄。额头与眉毛之间的距离通常是以3个手指的宽度来作为标准的，如果说不够3个手指的宽度，就视为额头太低。额头太低的女人大多数智商不高，做事反应慢，如果再加上额头左右太过窄小的话，那就表示此人智力低下，为人固执偏执，而且不是很勤快积极。女人的额头直接影响到了夫运，如果额头太低太窄的话，
说明此人婚姻不是很顺利，心比天高，可自己的实际能力又不强，还总是看不上别人。他们花钱还特别厉害，不懂得理财。这种女人娶回家不仅不会旺夫，反而还可能会败家。2. 下三白眼。所谓的下三白眼指的是眼睛的瞳仁上吊，黑色眼珠下面有大片的眼白露出。一般有下三白眼的女人性格强势，唯我独尊，而且爱慕虚荣，不太看重感情，即使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也不太亲密，不愿为对方付出。这种女人还有克夫的说法，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心肠恶毒，不为别人着想，心里想的永远只有自己，而且花钱还特别厉害，自己赚的不多，可花起钱来却一点也不手软。3. 眉毛杂乱。眉毛杂乱不堪，而且眼袋微微下垂的女人都不太旺夫，反而有败家的可能。她们结婚以后不太会当家，家里的大小事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打理，而且由于自身性格急躁，常常跟另一半发生口角。这种女人容易冲动，不够理性，也不喜欢受约束，我行我素，十分放纵，而且还缺乏理财观念，不会合理消费，通常乱花钱，买一些根本就用不到的东西回家，财气也消耗得非常严重。4. 两腮宽阔。腮骨在相书中也称为反骨，代表一个人的叛逆心、意志力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女人的腮骨比较宽阔外翻的话，这种女人一般非常的顽固，而且内心坚韧，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改变，面对各种环境的困难也不会轻易的妥协，不仅对自己狠，对身边的人也非常的狠，个性非常自我，有些不合群，而且报复心特别的重，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报复回来。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容易与人发生纠纷，对长辈不敬，对同辈不尊重。5. 颧骨高凸无肉。颧骨很高并且有肉包裹的女子，通常有能力有实力，做事有勇有谋，严于律己，在职场中是一把好手，拥有一定的地位或者权力。但如果颧骨高凸没有肉包裹，要是此人有权力欲望，喜欢掌控别人，凡事都要求别人听从自己的安排，稍有不满就会大发雷霆。这种面相的女人多为败家女，不仅自身跟财富无缘，而且还可能会败光丈夫家的家产。她们自身赚的不多，但是花钱却无节制，又不懂得理财，即便是丈夫家境再好，也经不起他们那般折腾。6. 耳朵轮廓外翻。耳朵最外层称为耳轮，耳廓指的是耳轮下面突出的那一块软骨，耳廓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性格、财运。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轮廓外翻明显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叛逆心比较重，不喜欢受到任何的约束，凡事都我行我素，别人让她干什么，她们就会偏偏与你对着干，而且内心非常的不安分，总想着往外跑，玩乐心非常重，家庭观念比较淡薄，缺乏责任感，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省，存钱非常困难，常常会使家中陷入到经济危机之中。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如果娶的女人旺夫，那么注定会成功。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